我是知乎车野精修。今天我们看的车就是瑞虎8的 Plus 版本。其实瑞虎8 Plus 这个版本比之前的瑞虎8其实大了并不是特别多，主要增加的是它腿部和头部空间。当然是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车在中大型 SUV 里表现也非常的优秀。当然是它也离不开它的优质的平台，它是和捷豹、路虎共同打造的一款经典级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针对中大型的 SUV 来说的话，奇瑞在平台这块还是占很大的优势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车企也在想办法尝试它的中大型 SUV， 突破这种运动化的、突破这种奢华状态的车型的话，奇瑞应该是在这里边最有发言权的。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车的时候，不管从外观、内饰各个细节，以及它的智能驾控这一块，也能看得出来它在这个豪车这块的跨越。也就是说，它在每些点上都可以看到豪车的影子，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国内来说，在中大型 SUV 里边，价位在10几万的空间里边的车型，很难找到一个又要走全民化又要跨越豪华的地方。但是我们说的豪华，不光是要看它的外观和内饰了哈，主要是它的平台化后边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它用的路虎和捷豹的这个状态。当然说了捷豹的话，更多是奢华这个状态，包括每个点的点，包括说到路虎的话，不得不提它的越野。那这个车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感受就是平台化本身的优势，以及它这个顶的调校。当然是它这种状态也是结合了它的本身强大的1:16的高压缩比的发动机，以及它其实它本身瑞虎8上市之后，它也做了每年一代的改款升级，也是在这种升级状态它应该是瑞虎家族也是频次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不断的尝试在升级、改造、优化自己状态。为什么能达到1年1迭代的状态？其实也和它在海外的影响力很大的关系。也是在今年，也是瑞虎8也可以完成了国外的输出，主要是在南美啊、非洲一些国家也是做了很大的输出，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就是说，他们比较喜欢这种车的状态，备受关注。所以说，正因为这种不断的迭代以及海外的输出，让这车的本身要在升级方面它变得很快。所以说，一是我们结合它的动力总成 1.6T 的290牛米的一种低扭的状态，包括它整个车的状态，我们看到很多车型，更多是纠结于在紧凑级 SUV 这个市场如何来打拼。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在中大型的大型的长轴距车型里边，其实很难跨越，尤其基于平台，还基于在制造力以及零配件的工艺等等其他。当奇瑞家族我们从截图开始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它是开始做中大型 SUV， 瑞虎8 Plus 这个车型也是看得出来，它开始跨越这个状态。在国内来说，也是绝无仅有，没有几个企业开始以自己主的产权，以自己的平台化的东西，以自己强大的优势，包括海外输出的东西来做它的中大型 SUV。我们也在山路上来试驾这个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单手了啊。反正我觉得在这种动力超赞的状态下，我们去选择踏实感是消失了啊！当然，这个车功能踏实还是蛮强的。重点还是刚才讲过了，它是一个就我们尤其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特别明显看得出来这个车表现还不错。瑞虎8 Plus 在这种细节方面，明显的看得出来。如果我们在侧面去看，它在细节方面展现的确实突出了它自己家族的一个整个车的设计状态。当然，我也说了，这个车在外观上确实有很多地方更多吸引我们的很多点上都很足，当然是偏欧美化的基因的状态，它可能在某些点上更偏高大身材的去驾驶这个车。同时，这个车也有5座，还有7座版本，但我们驾驶的是5座版本。不管车灯以及它的前进气格栅都有很多的优化。这种优化的状态，就是你看那个车的话更加的沉稳。更偏向于这种沉稳的状态，这点是非常难得的。其实我们在观察它的车的尾部的设计状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动感的。我一般看车也喜欢看一个车的尾部的设计状态，有时候发现有这个自己独到的点了，同时还比较耐看，看起来比较舒服，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压缩。但是它这个尾窗的话，可能在我心比较来说，它的尾窗呢可能感觉比较小一点，可能给人感觉要是往后看的话，可能更多依赖电子屏的状态，可能它比较小，但是整体感觉还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和感觉的。所以我也继续看看它的内饰。咱这有个功能我就没展现啊，整个上车之前有钥匙的话自动打开门。首先是采用奥迪的同款的连屏的设计。还有这个8英寸的这个状态，整车的内饰，我觉得它这次的突破应该是在内饰细节上突破，软内饰的结构上运用的还是非常棒的。说到内饰的空间的话，我也讲了，我们坐的前排的话，我一般的话在这种
比较舒服的位置上，就是我就觉得还是后排的空间还是给的还合适，有时候差那么一拳就差很多事情。所以这个车的话，在保证前排的舒适驾驶的状态下，你后排还是蛮有感觉的。作为家庭来使用的话，这种表现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作为家庭使用，我们需要什么一个状态？就是前排坐好俩人之后，后排坐俩人还很舒服，对吧？这才能保证我最少的保证3个人到4个人乘坐的舒服。当然，我不是说非要6座多少座的感觉，我一定要有空间感。所以说，这个车的包括头部空间，我不管是天窗开不开的头部空间，还是在这腿部空间，还是有很大的突破的。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车上的。不得不说它的智能化的配置啊，这个车有个很智能化的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自我学习的，小旗，就是非常有意思。它可以根据你的性格、你的习惯，包括你的行走轨迹来记录你，并且是形成自己独到的一个分析，来对这给你反馈。我们听它音响的效果，因为我那边还开着门啊。我去休息了，再见。啊？哦。这个音响感觉还是蛮好的，它采用了索尼独家为它调校的一个状态。索尼其实最近也疯了啊，索尼在这个音响这块一直是干不过欧洲的那种状态啊。但是索尼这次下了血本，也用了最专业的调校，对应的音箱的调制啊，也是给到了奇瑞。所以我们听到音乐的质感还是蛮有感觉的。其实这一车我有音响，我有个小的槽点，因为它可能更偏重于这种高雅音乐的调教，所以你要听一些庸俗的音乐啊，所以包括说嗨曲的情况下，并不是像我们那么炸。但是他听高雅音乐的话，那种点是特别沉浸感特别强，这点还是我在这么多车型里边有独特的感受，也觉得对音乐发烧的点上来说，奇瑞是有话语权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OK， 我们去后座哈，我前排我就说这么多，细节方面我不多讲。看到后排空间了吗？刚才我们那个在整个的状态上并没有去调座椅，并没有调。我这块儿坐在这儿舒服之后，还得有2拳左右的空间。这个也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就是说，风量大小，包括温度的调整啊，包括 PM2.5的设计，这里也是很难得的有的状态啊，这点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关注它，好嘞。OK， 关于内饰这边我就说这么多。